看起来貌似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的结果却是所以像这样的工作呢，还是交给他吧。这个是树莓派的一个2GB 的版本，当然你也可以用1GB 的版本，只不过1GB 的版本可能分配的这个任务会比较少一些。我建议大家直接用2GB 的版本。走吧。嗨，大家好，我是悟空。那2020年最令人头疼的事，莫过于这个新冠病毒了。我相信大家看新闻应该能看出来，最近国内的这些疫情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这个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丁香网站的给出的数据，全球的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304万，美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01万，西班牙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1万。意大利超过20万。那通过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染性是非常的严重的。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特效药来治疗这个疾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能够给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的研究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那最近非常巧的是，有一个小伙伴给我发邮件说，我们经常使用的那个刷机工具 Berliner Eicher 这个官方网站呢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项目，叫 Fold for COVID 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捐献你多余的这个 CPU 的运算能力，来帮助科学家或者医生来研究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治疗方案。那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倡导性的视频。我作为一个 UP 主，可能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然后今天大家在看桌子上看到这些设备呢，都是可以应用于这个项目的那其实这个项目呢是华盛顿贝克实验室发起的一个项目，叫做 Rosetta at Home。这个 Rosetta at Home 这个项目呢，里面包含了新冠病毒的这个研究。当然，其实这个项目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项目其实还包括抗击艾滋病、疟疾、癌症，还有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一些研究。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传染病呢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但凡是我们力所能及做出的贡献呢，我们都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会以这个桌面上这些设备为例，讲一讲在树莓派上如何运行这个项目。总而言之吧，我就希望你把这些闲置的设备利用起来，能够给这个新冠病毒的研究呢做出一丁点的贡献。好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好，那我们首先来到这个 Berliner Eicher 这个官方网站，最上面有一个提示 Everyone with a spare computer can fight COVID-19 from home。 也就是说，在家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抗疫的工作了。我们点击这个 Get Start 就会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主页，这上面写着有2404个节点正在战斗，分布在全世界各地。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呢是可以放大的，我们看一下。其实在中国有几个节点正在运行，有一个重庆、上海、天津，还有这个黑龙江地区具体是哈尔滨。当然我觉得这个统计呢可能不完全准确因为有一些匿名的可能没有统计到。至少其实在我这边呢，我早就开始运行了，但这上面没有，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注册他们的账户。这个项目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就 Get Start 就会进入到这个选择镜像的界面。在这边呢，我以这个树莓派4来给大家做演示。我直接选择树莓派4，这里面还支持其他的开发版根据你的开发版的型号自行的去选择。然后这边呢是配置 WiFi 和网线。我这边呢就直接用网线了，所以这个就不勾选了。如果你想用 WiFi 的话，你还需要把这个家里的这个 WiFi 的名称以及密码填写进去。那我们直接这个点击下载就可以了。那这边呢我已经下载好了，所以这边就不重复的进行下载了。那第二项呢就是使用这个写盘工具，没错，就是这个写盘工具。选择树莓派的镜像，选择这个驱动器这个就是你的 U 盘或者是 TF 卡。好，点击 Flash。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了，除了这个树莓派这些开发版呢，其实还是支持这个笔记本电脑以及这个电脑主机的只不过我个人建议呢，可能还是倾向于这个开发版，因为开发版的这个功耗比较低。然后另外就是笔记本电脑，等一下我们把这个 X86 的这个镜像也下载下来。好，那现在呢已经写盘完毕了。这个写镜像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不论你是写这个 ARM 版还是 X86 的这个主机都是一样的。所以等一下这个 X86 的主机这个镜像呢，我就不在这里重复演示了。好，那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树莓派通上电了。通上电之后呢，我们去自己家的这个路由器后台看一下分配的 IP 地址。我这边呢有一个Fold for COVID 的这个项目，那这个呢就是它的 IP 地址。
OK， 那进入到这个控制台呢，就说明我们这个项目运行成功了。这上面写着正在运行的状态，以及有多少个等待。右侧呢有它的任务数量，这上面写着有2个任务数，然后正在活动的是1个，然后正在运行的是1个，然后等待的是1个。目前呢还没有完成。其实这个结果呢是我运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的一个结果了。一开始可能比这个时间要长很多。它目前这个运行状态是根据自身的这个性能来发挥的。我们在这边可以点下这 F9 这个按键，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任务。这上面默认的情况下是根据性能去运行的。然后网络状态呢也是根据现有的一些配置。然后这边呢是关于任务的一些调度，你可以终止这些任务，还要看任务的总数。然后这边的项目呢，其实大家就不用管了，这些默认的情况下都是自动运行的。所以现在我们运行这个项目就是说 Set at Home， 在这边呢你可以更新这个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项目苏醒。基本就是这样。如果说这个项目没有运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 Allow New Task。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运行的话，选这项基本都是可以的。我这个树莓派是采用这个2GB 的版本，如果你是1GB 的版本，很可能就会提示你这个内存不够。所以我在这边呢，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些2GB 版本的树莓派，或者是更高级版本的一些开发板。好了，那这边呢就先让它自己运行吧，我们等一下去试试这个笔记本电脑。看起来貌似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的结果却是，实际上它报错了。这个镜像在 X86 上运行不起来。其实我已经试过很多电脑了，都不行。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自己就关机了。好吧，经过我们刚才的实测，我发现这个 X86 的这个镜像呢，在笔记本电脑上是没法运行的。我也试了几个软路由，我发现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先暂时放弃吧。这样吧，我们再试试这个主机。就是普通的电脑，我们下载一个，我们点击之后呢，它进入到一个下载界面，它有2个版本，一个是带虚拟机的版本，一个是完整的客户端。在这边呢，我建议大家直接下这个虚拟机的版本，因为如果你直接在本机上运行的话，这个 CPU 占的是有点高。当然了，这里边为了演示，我就为了方便，还是下载这个版本。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运行出来的项目。其实我已经运行了12分钟了，这边提示我已经完成度是 1.9%。那这个速度其实已经是非常快了，如果是树莓派运行的话，这个速度非常慢的。好，那我们把这个项目呢，重新发起，我们点击继续。这个时候就可以听到我这个风扇呼呼的开始转了，因为这个 CPU 可能需要满载的进行工作了。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任务管理器，看看它有没有运行。好吧，在这边可以看到，以前是 0%， 一下攀升到 100% 了，我这个 CPU 利用率是 100%。我现在利用这个 CPU 呢是 i7 的 8700K， 如果跑这个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这个消耗 CPU 有点太大了，这么快就 2.1% 了。再看看刚才我们那个树莓派运行了好几个小时才 19.5%， 而这个 PC 版本呢直接这么快就 2% 了。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在虚拟机当中，虚拟几个内核，不要把这个 CPU 跑满就可以了。这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图形化的显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图形，应该就是仿生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建的模型吧。其实具体我也不太懂，但是这项科研工作呢，就是研究这个新冠疫情的蛋白质结构的一些分析。好了，那今天的演示就先到这边吧。好了，那刚才呢，我把这个项目分别运行在这个树莓派以及 X86 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在树莓派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这个 X86 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整个运行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可能是适配或兼容性的问题吧。我相信这个 bug 以后肯定会解决的。那一旦这个 bug 解决了，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参与进来，因为毕竟有这个树莓派或者是开发版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有这个二手的笔记本或者是闲置的笔记本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一旦大家参与进来，我相信那这个项目就会很快速的进行。这个分布式计算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大家可以分节点的进行，无论你这个配置高还是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这个视频呢，算是一个倡导型的视频。以前我过往的一些视频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对大家产生一定的帮助作用，但今天恰恰相反，
不但对你没有帮助，很可能还会费你的电。但即便如此，我也愿意呼吁大家参与进来。那传染病呢，并不分国籍，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我相信这个小小的举动呢，可能在短时间内没法对抗疫工作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大家把这项工作看成是一个长期的科研工作的话，我相信对于科研进步的推动还是有帮助和积极的作用的。那今天的视频呢，不求点赞，只求转发出去，因为只有你转发出去，才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项目，从而参与这个项目，让科研工作得以进行。以上呢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